邱建良带领5大金刚攻占日本东京，打得日本选手满脸大包，鬼哭狼嚎。这是一场中国选手对阵日本选手的6v6大战。邱建良带领一众中国选手来到日本，只为证明中国搏击的强大。然而日本人却不讲武德，在赛前发布会上就出口嘲讽，不但对中国战队不敬，还侮辱邱建良。邱建良敢挑战我们，胆子很大。要我说，确实是不怕死。但日本武士道精神会让中国人死得很惨。这场比赛，我们日本战队会让天真的中国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格斗比赛。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在发布会上，但除了这个呼吸和吃饭的力气以外，我都会把所有的力气放在擂台里。所以明天我们擂台上见。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了。右边红色拳道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邱建良，左边的是来自日本的小贡游纪博。本场比赛是中日对抗赛的6v6全面对抗赛，邱建良作为队长代表出战。那么这场比赛的话，也是6v6大战中的其中一场。目前啊，中国战队的比分处在一个危险的阶段。如果邱建良能够拿下这一分的话，那么对我们中国战队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邱建良开局的高扫踢非常帅气流畅的一招啊，先是给对手一个下马威。我们能看到对手小宫游纪博是慢慢的向前逼近，这个选手的姿势有点猥琐。邱建良左摇右闪，中扫踢一腿，是将对手直接踢的踉跄跌倒。转身的神龙摆尾，这是邱建良代表绝技，又来神龙摆尾。目前第一回合，邱建良在换腿方面是已经占据优势了。可以看到邱建良的身法移动非常灵活，地扫踢差点将对手踢倒了，又是一个回旋踢，转身的神龙摆尾，再配合边拳。邱建良的招数是非常多的，这可以说是中国选手里面打法最好看的几位选手之一。顶膝，对手进行搂抱，通过搂抱来抵挡住邱建良这波进攻。低扫，对手还了一腿低扫，踢得很快，这刚命中一腿啊，现场观众就已经嚎叫起来了。现场日本粉丝实在是太多了啊，不得不说他们这个应援啊非常给力，打中一下就喊一声。中扫，转身的高扫踢，转身后摆腿，又来转身的高扫。邱建良目前的打法真的是非常有压迫感，连续几次的高扫腿啊，也是让对手不敢在中距离拼招了。低扫，第一回合还是1分钟。邱建良在第一回合中腿法是用的比较多的，换腿，再来扫腿。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明显不敢跟邱建良拼腿了，邱建良的腿部肌肉啊，那不是小宫游纪博能比的。每次在换腿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是非常疼痛难忍的向后缩去，这就是邱建良的腿法，他的腿功。这也是为什么邱建良在国内被叫做腿王，也是这个原因，很少有人敢和邱建良啊去换腿。第一回合15秒，邱建良面部的报价非常好，根本不给对手进攻的机会。转身高扫踢漂亮，这一脚神龙摆尾是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现在慢慢爬起之后，神情有些慌张，在第一回合压哨铃声响起之前被打出了击倒，这是非常损失气势的。好的，铃声敲响，那简单休息一下，马上开始第2回合。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第2回合正式开战了。在第一回合的末尾，我们能看到小宫游纪博是在压哨铃声响起之前被一记高扫踢直接抱头踢倒。那这一招啊，其实是已经对小宫游纪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刚才那一招踢完，他整个人啊是已经恍惚的神情。那邱建良来到第2回合之后，紧接着又是连续的配合技，不断打到对手身上，这让日本选手啊没法应对，他只能用简单的拳腿配合去还击。邱建良低扫，
正蹬，击腹没关系，薛远良右勾拳再打一下，高扫踢，这是一个高扫带摔了。高扫之后，对手是接住了薛远良这一腿啊，感觉有点爱上薛远良的腿法了。那这边又是近身的搂抱，又来了，这比赛是越打越暧昧啊。日本选手可能刚才被那一脚踢昏头了，性取向都给踢变了。薛远良低扫，先踢一下，对手立马拉开，前后手打到薛远良脸上，转身的后摆腿，踢中对手的肋骨。那这边近身的缠斗，薛远良跳膝，对手孤颈。这边裁判叫停的比赛是给予日本选手一个警告啊，是不可以这种近身孤颈的。薛远良这样比赛打得没问题，防住对手的一腿，再还中扫，向前顶进，跳膝前手，对手又在搂抱，漂亮，转身的后扫腿，又是将对手踢倒。邱建良的这个打法啊，真的是越来越有观赏性了。这种近身出腿啊，说实在的，很少有选手敢这么打，只有对自己的技术啊有绝佳的自信，才能使出这种招数。漂亮，近身又将对手放倒了。日本选手现在完全被打得没有自信心了，不知道该怎么去作战了。而邱建良已经牢牢地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就是单方面的屠杀。1分钟，转身后摆腿，前手打击，再来一腿，又是左右手的重拳，又将对手击倒了。天哪，邱建良流畅的打法让线上的日本观众都打得失声了。那这边裁判叫停了比赛，进入了一个读秒状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还能不能继续作战。他已经遭受重击连续好几波了啊！现在台下的日本观众也是不敢说话了，对自己的日本战队选手失去了信心。现在被打成这个惨样啊，他们也没什么心情说话了。比赛继续，邱建良开局又是低扫，这个扫腿啊，真的是已经让日本选手吃尽了苦头。第2回合还是40秒，右手重击，对手低扫还击，终于是有点有效的还制了。但邱建良的左右手的重拳啊，连续的压制打出来，日本选手还是没法招架。现在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了邱建良的个人秀，完全是在秀自己的技术。转身的神龙摆尾，哎呦，太帅了呀！这一招又来，这是个转身的回蹬腿，又给放倒了。最后的10秒，第2回合最后10秒，又一次打出了击倒，想要跳膝，但这边没踢出来。薛远良选择在近身换拳，右手重拳，日本选手选择近身顶膝，薛远良非常有武德啊！铃声敲响了，这一拳马上打出去了，但又收回了，这就是中国选手的武德。那简单说一下，马上是第3回合来了，本场比赛的第3回合，邱建良对阵小宫游纪博，目前还没有打出 KO， 但是邱建良已经占据了上风。邱建良双拳放在面前，抱架非常稳，很小心，右手的重击打向前去，对手搂抱，先打头再打腹，上下齐发。好，那这边裁判是刚开局就叫停了比赛。来看一下日本选手头部的状态，这边头骨啊好像是有一点点开缝，流出了鲜血。邱建良击腹，连续的重击猛打，高扫踢，近身的高扫踢啊，就像刚才讲的，邱建良对自己的腿法极为的自信，在这么近的距离，他能够把腿抬到这么高的位置，真的是很难想象啊！他在平时的训练中付出了多少努力。躲过对手的右手重拳，邱建良扑入近身，击腹打头，流畅的操作。小宫游纪波已经被打得发晃了，而裁判呢又在此时叫停了比赛。现在裁判有点偏向日本选手了，很明显，稍微有一点点的重击，裁判就会叫停比赛，来打断邱建良的比赛节奏。这其实是一种主场型的偏袒，很多时刻是不需要叫暂停的，但裁判还是叫了这种暂停，给予日本选手一个喘息的机会。裁判又叫停了，我们看到这边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况，又是叫停，又是叫停，刚打上感觉啊，又给拉开了。
反而是日本选手一直在搂抱。其实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给予日本选手一个警告的，孤劲的警告。漂亮，高扫踢，直击将对手踢倒。第3回还剩1分半，最后的时间里，邱建良再多虐一会儿这个日本选手是有时间的，也是有机会的。拳腿，右手重击打到对手身上，对手爆头躲闪，邱建良上勾拳连续2发，对手只能近身搂抱。邱建良又是一记高扫踢，对手低扫还击，但效果一般。邱建良右手重击，左手向前打屈，对手又一次选择搂抱来打断邱建良进攻节奏。第3回合还剩1分钟，转身边拳，邱建良又一次使出了非常帅气的一招。这一拳如果说没被对手拳头防住的话，应该直接 KO 了。近身打头打腹，中扫踢，对手又一次扑入近身，两人近身的搂抱，40秒。那这边的话，邱建良也是对裁判的这种叫停无语了。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叫停，他还是硬要叫停。那我们只能笑嘻嘻的啊，行，你随意。但在空余的时间里，我会狠狠的教训日本小子。又一次叫停了，30秒，看你还能撑他多久。直接放倒。阴险的日本选手啊，还抬腿勾了一下邱建良，把邱建良给绊倒了。这小子被打成这个鸟样啊，用心还是极其的险恶。拉开距离，最后的时间，邱建良，这是一记劈挂腿舍身踢。好的，铃声敲响，第3回合再次告一段落。最终，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胜者究竟是谁。邱建良也是摇头晃脑啊，表示对于裁判的不满。但这场比赛的胜者，我想大家心里应该会有答案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噂通りの強さを見せました。日本のテクニシャン小宮幸宏にほとんど何もさせず